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看看今天的4位老师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结婚3年了，眼看日子越过越好，可他却连招呼都不和我打，就自己做主贷款买车。我辛辛苦苦挣钱，到头来想买什么却还要受限制，这样的生活真的难以忍受。我们的生活本就不富裕，何必要为难自己，增加压力？买车也不是只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方便一点，可他却始终不理解我。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冯先生，25岁，来自重庆人力资源市，欢迎冯先生；陈女士，23岁，来自重庆无业，欢迎。结婚3年是吧？对啊，为一辆车就到这儿了。是的，车买了吗？买了。买了都买了，怎么又来这儿了呢？哎，最近这日子没法过呢，他隔三差五的老是跟我吵架，还威胁我说不把这辆车卖了，就非要跟我离婚了。我实在不卖车就离婚啊？对呀，为啥这样啊？那你那个车停在那里1个多月了没有开，为什么不把它卖掉？那你说为啥子停在那里1个多月都不能开？还不是你不给我钱加油啊？那我们现在家里情况就不允许了呀，拿什么钱给你加油？那怎么可能到这个地步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的吧。而且你当初买那个车的时候，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你自己私底下偷偷去买的呀。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去买了？明知道现在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现在越变越差了。本来之前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不是跟你商量过吗？你不同意，我自己才一个人私自去买的。你要是同意，我还不是跟你一起去买的。那我就是不同意啊！本来我们现在家里情况刚刚稍微好一点，之前刚开始跟他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婚3年了，现在有宝宝1岁半了，我俩家庭情况都不是很好啊。刚结婚的时候上重庆来打拼，就是租房子住的。刚开始上来的时候，就有时候出去身上几十块钱都没有，有时候甚至连买一瓶水的钱都没有。然后现在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了，他又背着我去买了一辆车，然后现在1个月还车贷要还好多钱。您这资料上面写的，您现在不工作是因为怀孕生孩子，还是因为什么呀？对，怀孕生孩子，我现在就才刚开始工作。哦，过去工作吗？就是之前从怀孕到断奶就一直没有工作。哦，但是在此之前您是工作的是吧？对。双方家里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是吗？都不是很好。所以你们结婚就是完全靠自己。对。那在买车之前有外债吗？没什么外债。那时候没什么外债。没什么外债，干嘛非要买辆车呀？我自己就男人嘛，肯定都是希望有一辆车的比较方便。然后我每天8点半上班。7点钟挤那公交都挤不上，有时候6点半就开始挤了，有时候等半个小时才能挤得上去。然后下班也是这样挤，我就想着嘛，这2年一直也是我一个人在赚钱，家里什么的都是靠我一个人。这存了1点钱，我跟他商量买个车，他又不同意。我一天这么辛苦这么累，自己又想买辆车，然后现在又有宝宝呢，每次出门，比如说带点尿不湿啊、奶粉啊、衣服啊，大包小包的都挺不方便的。我说买辆车那多方便呐！方便是方便，但是你想过家里买了车过后，家里的负担有多重了吗？现在1个月家里车贷要还4000，停车费加上加油1个月差不多2000块钱了。然后现在宝宝因为断奶了，还要喝奶粉，奶粉的话要1500，1个月房租加水电接近要2000块钱左右。然后还没算生活费，现在这里已经差不多快1万了，再加上车的开销，本来车就是那个消耗品。不是你这1个月挣多少钱啊？我1个月最差的也有个7、8千块钱嘛。我每次一结到账，我就几千块的给他交，但是他老是跟我吵没钱用。那家里的开支我刚刚给你算了呀，那你给我的钱难道我自己用了吗？我1个月花下来，我在我身上自己买东西，我都没花到300块钱，我全是给家里人用了。你没花多少钱，难道我花多少钱了吗？我1年都没买过2套衣服，真的，我都是穿的以前的旧衣服。主持人你是不知道，自从跟他买了这个车以后啊，我这微信、支付宝加起来都凑不到100块钱呐。
我加油，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5饭不吃，然后存在那里加50块钱的油，那个油表啊，不是，那你一个月都为什么非买车呀？你条件不到，咱就不买嘛。这条件其实也还是差不多能够弄得走的，只是他管我管得真的太严了，太难了，有钱也不拿给我用。我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太没面子了。有一次我不是下班回家哦，我说饿呢没吃饭，我说回家到门口买点鸭脖啊、鸭头啊，回家先吃一下。我就买点东西回家吃，结果旁边还有人，你知道吗？东西都买好了，结果一付钱，居然没钱呐！我当时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赶快给我微信转几十块钱，我买了点零食。没想到他竟然不给呀！我这真的很生气，我回家就跟他吵了一下。对，我就是没有给他。我这么努力的赚钱，自己想买点东西啊，买点什么的，几十块钱的权利都没有了。我觉得我这日子真的过得太难了。哦，你们结婚的时候就是说好的他管钱是吗？没有，刚开始是他管的，然后后来买了车，我就拿过来给我自己管了。哦，也就是说在买车之前，其实你们家的经济还行，他管的也不错是吧？对。但是他就是上一次没经过我同意，他就去私自买了车，然后我不是也跟他商量过，他不同意，不同意我自己就想着嘛，现在我们结婚了有小孩了，我老妈就从县城到市区帮我们带孩子，400多公里，我老妈都1年没回去了，我就想着啊，买那车啊，以后回家也能方便一点呐，也能让我老爸跟我老妈经常在一起聚聚啊，以后你出去啊，带宝宝出去啊，也比较方便呐。现在我们家里情况是这样子啊，包括你爸妈，包括我爸妈，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能理解我们呐。我们才刚结婚没多久，现在又有小孩，开支1个月肯定很大呀。你不买车的话，他们也不会怪你。而且妈妈和我们一直住了，就是我怀宝宝的时候就一直在照顾我，到现在也在带宝宝。然后我就一直挺心疼她的，觉得她真的挺累的。然后平时我也有什么东西我都会给她买呀。而且我和妈妈在一起那么久了，从来没吵过架、脸过红啊。这个妈妈是说南方的妈妈是吧？对，南方的妈妈。对。你妈妈呢？我妈妈身体不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生病了，挺严重，住院住了接近快1年。所以就是我们俩结婚，我爸妈就也不能帮我什么，而且还有妹妹比较小。哦。所以他现在买个车，就搞得我们现在家里情况就是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很多。啊，这不也是暂时的吗？但问题是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他那个工资不能每个月按时的发，然后就要几个月结一次账。比如说这个月结了，然后下一个月就有什么突发情况用了把那个钱，下个月就没办法了。我不是每结一次账都够还好几个月的嘛，家里面开支是有这么大，他自己也能赚一点呐，应该也能够的啊。他车子非要给我卖掉，我们一起努力嘛，这日子也会慢慢好嘛，把这个车贷1年多还完了，然后我们不是日子又慢慢的在好嘛。你看我们2个人刚结婚，从什么都没有到重庆来，还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啊。每天都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还不是想对你好一点，让你过得好一点。那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啊，刚开始我也挺心疼你啊，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买车那么大的东西，根本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去买了？现在您出去工作吗？我现在出去工作了。哦，等于您也在工作，你也在工作。对。现在宝宝是妈妈在带。对对。是吧？现在宝宝其实我们现在努力一点，都节约一点，这其实都是能够弄得走的。我就觉得。我买了这个车以后，他这对我真的是，哎，一点钱也不给我。就连上次中秋节的时候，过节回家哦，买那个车嘛，我们就想回家走一下亲戚哦。嗯。那1年多都没回家，我说那些亲戚啊，就比较亲的，就是我爸妈的兄弟姐妹嘛。我说每家都走一下，一家拿个几百块钱去一下，他就不给呀。那我为什么不给啊？现在家里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还每家给几百块钱。那一段时间不是刚结那一点钱吗？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那之后怎么办呢？那时候结了1点钱，你想过之后怎么办没有？而且我也没有说不给，对吧？我觉得买点东西去走走就行了，有心意到了就可以了。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每家就是给几百块钱。没必要绷那个面。对，根本就没有必要。上次我同学结婚的时候，我说送1000块钱彩礼，他死活都不给。我们2、3年前结婚的时候，人家就给我们送了500块。你现在都过了2、3年了，好歹也给人家添一点是吧？他就不给呀，最后送了500块回去。那500块钱够了呀，为什么还要随1000回去？他随500过来，我们随500回去，我觉得不失礼啊。问几个问题可以吗？可以啊。你妻子嫌弃过你吗？没有嫌弃过。她跟你抱怨过说我们日子过得很穷吗？抱怨啊，经常买的这个经常就给我抱怨。买车之前，那时候我们日子还差不多吧，每个月都能多多少少攒一点在那里。所以说就是，
你妻子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对吧？她对先生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对，先生怎么样？就是上次他不跟我商量，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所以这一次这么大的意见，就是因为你觉得像买车这么大的事情，不应该擅作主张，不尊重你了，是吧？还是要跟他过的，对吧？我就想把车卖了，卖了之后家里的经济情况好一点了，以后等条件好一点了再说。我也知道买了这个车以后压力挺大的，我自己也在努力赚钱。这车现在不是已经很长时间没开了吗？没开，他不给我钱加油啊，没油是吧？买了这个车以后，他的油就没有加满过。所以你买的时候你就没考虑过说我不能买车吗？我买了车没钱加油吗？当时哪里考虑这么多啊？我想我一个月还是能够赚到这么多钱。这个你听到的好像日子过得挺苦，但是你又能够感受到那种特别单纯的那个情感之间那点甜甜的东西。所以你让老师帮你分析分析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两位好，买车买房是婚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在优先选择上，女人一定是优先选择买房的，但男人可能先想买车，这是性别不同造成的。因为女性天然的希望我更有安全感，我有一个家的概念，所以女生一定是想先买房，挣了钱，对吧？对，有闲钱再买车。对。但是男人总觉得我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我得先有辆车，出门有面子，是不是这么想的？是。所以你们在先买车这件事情上，表面看是一辆车，但其实是你们在争夺家庭内部的主导权和财政的支配权利。男生是不是觉得，你看这2年啊，你就在家生孩子来着，还有我妈伺候着，钱都是我挣的，我为什么不能花？是这么想的吧？是这么想的。你看，就是这么想的，我刚刚都听到了。这2年都是我一个人挣钱，你就在家躺着来着。她是自己想不出去工作的吗？作为孕期女性，她没有办法进行社会活动，有的时候。所以你们都是在为家庭付出，不要觉得这个钱是你一个人挣的，即使你在外面创造了价值，你的妻子在孕期同样在为这个家庭创造价值。所以千万不要天然的觉得钱是我挣的，我想买车就买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女生现在其实是极其情绪化的，她并不是真的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车卖了才能怎么怎么样。第一，她觉得你不尊重她啊，我是跟你沟通了呀，但是人家不同意，不同意的情况下你还买，那就是不尊重。第二，女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我们刚刚把那个苦日子结束掉，你现在又把一座大山压在了我的身上，那作为一个女生来讲，她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你明白吗？我明白了。我们挣多少钱，我们就花多少钱，我们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所谓的安全，就是我要满足全家人的日常开销，满足这一切以后，才能满足我们更高条件的物质需求。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大男孩，买了一个大玩具。再来说一下女生，现阶段卖车并不是最优的选择，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个车呀，一到手就折价1半，所以赔太多不合适。如果我们日后还是要买车，我们制止他的这个臭毛病就可以了。我们让他知道错误，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要跟你商量，经得你同意之后再进行大的这个花销。咱不置气啊，咱不跟生活置气，不跟日子置气，就跟他的这个行为置气。但事实上我看起来，你们2个年轻人不靠父母，自己可以结婚，把日子过得下去，其实还是很甜蜜的，解决了沟通和交流的问题，解决了彼此尊重的问题。车不是问题，未来房子也不是问题，好日子都不是问题。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左岩老师。我觉得车的这个问题现在出现，我觉得特别好。男生，我问你啊，这车没油能开吗？开不了。那怎么办？接下来你不想卖车，但这个没有油钱怎么办？
这不是到这来的吗？想跟他商量，把这事情解决了，开始卖。哦，这会儿你知道商量了，所以你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吧？你知道错了，对吗？对，跟他认错了吗？关于这个重大决定没有通过对方的同意认可就做了，没有这个错认了吗？没有认，现在赶紧认一下。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买车，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你商量，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我都好好跟你商量，我们商量好了再做决定。对不起。我希望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情一起好好商量，双方都同意了，觉得可以，我们再去做。毕竟我们是夫妻，我觉得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我希望你多尊重我一下，我也会尊重你。明白了吗，小伙子？明白他较这个劲呢，不是这车，因为我听起来他算那账有点那个蒙人呐。这个车你们现在是养得起，只不过可能就是月光了。但是你说的不就贷款不就1年吗？明白吗？错在这儿，女生，这车卖出去绝对就像左老师说那样赔了，就赔一半，这事儿你也不可能干。但是有一点你需要让她知道的，第一就是刚才她也认错这件事儿，第二，现在其实这个女孩的压力很大，上有老，刚才你听到没有？她的母亲是生病，对吧？这是她的压力，下有孩子，她压力非常大，这点你一定要认识到，并且能够理解。因此，现在的状况不允许你去虚荣。每个男人都有一点虚荣心，或多或少，但是现在不允许你了，明白吗？所以所谓的份儿钱啊、交情的一些开销，听他的。同时，女孩是这样：第一，她认错了，目的达到了；第二，眼前的困难是可以过去的，不一定只是卖车这条道。所以，我觉得谈清楚了，这车咱留着，别做两败俱伤的事情，好吗？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关键两个人夫妻感情不要出现问题，任何的决定一起商量，做出来的就正确的选择，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是老师。其实我并不担心你们这辆车何去何从，我更担心的是你们两个人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的不一致。其实就是需求和能力的问题。男生是一个需求很高、能力不够高的人。所以你认为我应该过舒适的生活呀，我应该有一辆车啊，我不能挤公交啊，这是你的需求。然而你的能力达不到。男生真的要去反思一下自己对待生活、对待家庭、对待婚姻的态度。如果你始终保持着高需求，包括你的虚荣，而不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今天是买车出问题，明天可能就是孩子教育有矛盾，再后天甚至婚姻就会有危机。所以真的要放下所谓的虚荣，要放下自己不切实际的对生活的需求，踏踏实实过日子，量力而行，这种快乐来得最简单。我觉得妻子相对来讲，需求和能力是相匹配的。我爱的就是这个人，我们以实际的收入去规划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想要的简单的生活。虽然累了一点，但我没觉得很痛苦，对吧？对。所以虽然两位老师从经济的角度去讲，说这个车是不能卖的，但如果我是你，我是真的要买。我还有1年要去还贷款啊，这1年月月都光吗？天天都要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让我喘不过来气吗？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车卖了，能够还清所有的贷款，让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了，为什么不呢？当然，卖不卖车是你们共同协商的结果，你们也可以听2位老师的建议。这是你们的性格所然，也是你们家庭实际经济收入的一种分配。也许过半年你的收入翻番了呢，那这个车就不成为矛盾了，不成为负担了。我更希望的是，真的去权衡一下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和我们实际的能力，好好协商，量力而行，才能拥有简单的幸福，好吗？希望你们都能拥有快乐和平静。谢谢，谢谢。谢谢严老师，谢谢。首先表达一下，我特别喜欢你们，特别喜欢你们这样的当事人，喜欢你们这样朴素的故事和情感。因为我知道那样的日子有多难，那样的情感有多么值得珍惜，那样的日子有多么值得回忆。我只要是碰上这种小两口辛辛苦苦白手起家的故事，我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我特别看不得你们分开。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无论现在过的日子有多好，
我总是会回忆以前的事情。我跟我老婆依然会躺在床上想念以前租房子住的时候。我们经常开车在路上，当我的孩子小樱桃睡着的时候，我和我妻子回忆以前开那小破车的时候。其实刚才男生有一些话的确让人感觉到心酸。他说我的车从来就没有加满过油。他说我就想买点鸭脖子，我想让你转给我点，你却不转。我想告诉女生的是，我的妻子不会这么对待我。另外，我平时也偷着买点东西，但是如果我要瞒着老婆去买一辆家里面这么大件的车，我说实话我不敢。虽然家里的钱都是我挣的，但我不敢。为什么我妻子不会那样对待我？我也不敢去擅自做这么大的主，因为我知道我和我的妻子一路同甘共苦，我们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爱对方就像爱自己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敢，他也不会那样对我。他买车是有虚荣，虽然他编造出很多这些车有实用的理由，但其实他就是喜欢嘛，对吧？对。所以其实细细想来，很多苦日子变得过好，就像我自己一样。你会发现，支撑我们度过那些艰难日子的时候，不是靠道理和算账在支撑的。其实账越算，人就越冷漠；道理越说得明，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远。日子为什么说它会过去，我们总会变好？其实说白了，还是心底里面对对方的那些心疼，让这种朴素的情感一直保留着。等将来你回头看一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种情感多么值得珍惜啊，那种岁月多么值得回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珍惜，爱对方就像爱自己一样。祝你们幸福。谢谢老师。出个现实的主意，顺风车挣点油钱，想过吗？而且我从你那儿一算，就是重庆那个路途，除了堵车之外，是有时间开顺风车的。顺风搭个车，把自己每天的油钱就挣回来了，要对日子有希望。我觉得你们挺棒的，就踏踏实实的过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柔情表达一下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公，我们把车留下吧。其实以前的日子我们也过来了，我相信这一次我们也能挺过去的。其实我也错了，买车这么大事情，你不同意我一个人也去买了，我心里也是想着挺对不起你的。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我都会好好的跟你商量，我们一起做决定。我真的希望你以后好好跟我商量一下，多多为宝宝考虑，家人考虑一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同意了，商量可以了，我们再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们一起努力，让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我愿意陪你再过上以前的日子。我跟你在一起，我也没有图你什么，我就是喜欢你才跟你在一起的。让新的世界诞生，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是永恒。谢谢两位啊，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温馨浪漫的爱情。来，谢谢你们，请回。请关门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下载京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悦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解脱。就算是第一次一起飞。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爱你。
来，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言。Marry me, my baby。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来，谢谢你们啊，请回，谢谢两位啊，来，请回。每一个我都比你多爱一点，只求永恒永垂，就算停止旋转时间，我的心不会。幸福这点事儿特有意思啊，就他们俩那么默默的就那么一拥抱，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幸福，特别真挚啊。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遇到他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可我现在失望了。我觉得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他并不理解我。他总是不在乎我的感受，面子就那么重要吗？他就是爱钻牛角尖，为什么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马先生，32岁，来自南京，火锅店老板；小齐，27岁，来自南京，模特。欢迎两位哈，就听见争吵了，说不一致，到底为什么呀？什么事儿不一致啊？这个的话，节目是他这边要来的，他来你也可以说呀。有很多的争吵，那就问您吧，为什么来？因为我俩呢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啊。然后呢，我俩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然后我们俩冷战了3个多月啊。我就在想的话，我们俩是不是要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分手呢？所以我就想请专家和老师给我一点建议。哦，找建议的是吧？是的。谈了多久恋爱啊？17年到现在2年多了。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是你的想法还是你们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想法。3个月前发生了什么要冷战？是这样的吧，我们俩相识了2年之后，到了谈婚论嫁了嘛。然后他是在没有跟我协商的情况下，然后跟他合伙人动用了他父母给他留下来的一些积蓄和他自己一点存款，然后去开了一个火锅店。然后呢，我们俩就没有钱去结婚了。他就想把在市区的一套房子给卖掉，准备在郊区买一套房子。然后呢，就会有差价用来办婚礼。我们俩在商量婚礼事宜的时候呢，我不想要一个婚礼，我是想要一个旅行结婚。然后呢，他就觉得一定要办婚礼，所以我们俩就产生了第一个非常大的矛盾。主持人不能理解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话要到欧洲去玩，但是我们传统的婚礼他不愿意去办，亲戚朋友啊请在一起，我们大家在一起敬酒。可是我是想把酒席的钱省下来，因为你刚开始把钱都用在了创业上面，你手头上留一点资金可以存下来，等我们以后有钱了，然后有一定的启动资金之后，咱俩可以补办婚礼的。婚礼的仪式都不办的话，那我面子要不要了？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家里面人的话，就我一个独子，那么我如果这个不请他们的话，不给他们一个交代的话，我也是独生子女啊，可是我父母就很同意啊，而且我觉得结婚是2个人的事，为什么一定要跟亲朋好友还有父母商量呢？那父母他们帮我养那么大，那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对我都比较关心，都在问什么时候结婚了。那你这边就把他们省了，然后只说爱情是最大的。那结婚的话不是2个人的事，我们可以回来的时候办一个答谢宴啊，把关系好的亲朋好友，然后凑在一起答谢他们，给他们带点礼品就是了。主持人，还有就是我跟他的话，在结婚之后的一些规划方面的话，有很大的偏差。我今年32岁了，我想在结婚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生孩子。父母的话，现在年龄都比较年轻一点，还可以有这种精力帮我们去带一带、照应一下。如果等他们大的话，包括我们的年龄大了以后再生孩子的话，那可能会比现在的吃力一点。他是有这种3到5年之内不太有这种就是生孩子的一个打算。再过5年的话，我就37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跟他争吵的一个原因。可是我才20多岁，我也是正青春，然后到杭州发展只是刚起步，你的事业也是刚起步的情况。如果我俩的话都耗在这儿，我俩呢有积蓄吗？我们俩未来的孩子有更好的发展吗？那我们现在手上的话不是有一笔钱吗？我现在不是在经营我的店吗？而且我跟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在结婚预算里面有一个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酒席的一个钱省掉了，但是他要买一个包的话，在预算里面说几万块钱、几百块钱的包不能背吗？一定要买个几万块钱的包。可是女生的蜜月旅行只有1次啊！我想要一个很好看的婚包，这有什么问题呢？我朋友的话，他们的对象，他们背个几百块钱的包，不一样背吗？那是你朋友吗？那不是前女友吗？你把我们俩所有的聊天记录，还有我们结婚的事情，你都告诉你前女友，聊天记录我都看了。
你有尊重我吗？我跟他的话只是一个普通朋友，他已经结过婚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争吵的话，他刚好随便问了一句，我就跟他说了，你看我的手机。他结没结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一直喜欢翻我的手机，还拿我的手机把他给删了。对啊，我肯定要删，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为什么你要跟你前女友联系呢？你只能光讲我对吧？你只能光讲我，你呢？等一下，你到杭州之后还跟你的前男友见面呢，还在一起吃饭，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哎呀，现在这个男生的嘴都好快呀！我倒是震惊到了啊！我听明白，就是在结婚之前，因为旅行还是婚礼发生了冲突，是吧？发生冲突之后，男生又把这一系列的东西跟自己的前女友说了，对吧？就让那个冲突其实就扩大化了，对吧？是这意思吧？对。啊，你们俩先冷静一下，别这么你一句我一句这么顶着吵啊，咱慢慢说啊。前男友又怎么了？他是到杭州之后的话，我看他的朋友圈晒的是跟一个男的在那边吃饭。问了他之后，他说怎么了？我前男友，你只能你跟你前女友的话聊天，我不能跟他吃饭嘛。但是我跟我前女友是没有见面的。他结婚之后的话，我跟他的是没有见过面的。你可以跟你前女友联系，为什么我不能跟我前男友联系？而且我到杭州工作，他也在杭州工作，我们俩见个面吃个饭有怎么关系呢？哦，你说的都对，所以每次争吵的话，你都有你的理由。你也有你的理由啊。啊，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不，就打算要结婚了，怎么女孩子？我看资料什么南京吗？对。怎么不待在南京，要去杭州发展呢？那是因为我俩之后在他的那个创业的上面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什么矛盾？还是跟他前女友有关。啊，因为我之前给他店铺起了个名字，他不同意嘛，然后他又去问他前女友，然后他跟他前女友和他的合伙人弄了一个群，他语音视频聊天，最后这个店铺的名字还是他前女友起的，我更生气，心里有根刺儿。因为我的前女友的话，跟我的合伙人，我那个兄弟的话，他们认识很长时间了。他刚好是做跟餐饮有关的一个 APP， 然后我朋友的话把他拉到这个里面去听取了一些意见。但是我其实平时的话对他的意见还是比较听的，而且也跟他聊的比较多。因为开这个火锅店的话，就是因为为他去开的。他比较喜欢吃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能吃辣的，但是被他带了以后比较吃辣，他是比较喜欢吃串。哦，你们原本的婚后的规划是怎样的？生活规划？是先办一个婚礼啊，然后再旅行结婚打谢宴，然后再去创业，一起弄。哦，一起创业是吧？对对对。等于现在这一脚什么都不干了哈。对啊。愿意他参与到你们的这个火锅店里吗？这个我是一直希望他参与的，但是他的话基本上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意见，但是基本上很少花这个时间到我店里面去。啊，那不是因为我给你的建议你不听嘛，然后我还去那干嘛呢？您都建议过一些什么，他们没听啊？就是我跟他的合伙人的女朋友也认识，然后有一次我去他们店里面就是吃饭，然后我看到他合伙人的女朋友也在店里面当收银员了，然后我就看他们动用店铺里面的那个收银机里面的钱去买烟、买酒还买奶茶，然后我跟他说一下，他也不以为然，还帮他的合伙人解释很多。买奶茶的话，你不也喝了吗？对啊，我是喝了呀。那每次你在的时候的话，买的东西你也没少，而且在那边去做的时候，我也不是傻子，你当我是弱智吗？其实我们在合伙的过程中的话，他的一些支出的话，这些我都是能看到的，而且都会在晚上事后的话，都会在群里面去讲，账本上面都是有的。你一直去提，一直去提，那我肯定是不能理解。可是因为你这个店铺是为了我们两个未来去规划的，我提意见是理所当然的呢。可是所有的一切，我感觉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与，为什么让你们3个去参与，而不听我的意见呢？主持人就说那个装监控的是吧？我们后来最大的矛盾也是一个监控的问题。哦。就是我跟他提意见，我让他在店铺里面对收银员装个监控，因为不管是不是自己合伙人的女朋友，哪怕是一个员工的话，你装个监控都是对自己金钱方面有一个保障，对吧？结果他还是不听我的，我怎么点他都不理我。监控的话后来不是装了吗？可是在我去了杭州生了很大的气之后，你才装的，不是在我走之前。那一个店的话，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怎么可能一下子你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就可以了呢？对吧？后来的话都装了呀。可是我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呀，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呀。哎，他去杭州你没去找他呀？他到杭州去的话，我跟他联系，他基本上都不理我。我联系他的话，他都是呵呵，然后都是在吵架。我们2个人基本上就等于在冷战。哦，3个月了是吗？对。那就问问吧。您对这段感情的态度是什么呀？这婚还结吗？我的话，我是想，就是他的很多一些想法的话，我是不太能理解。不是，您没回答我问题啊？这婚还结吗？婚的话，我希望他能就是考虑到我的感受。您也还是没回答我。您还跟这姑娘结婚吗？结。也就是这么一说吧，哈。我觉得不靠谱啊。那你就不该来啊！生活里跟他。1拍2散不就得了吗？
但是因为我们俩之间处了2年，也是有感情在里面的。所以挺有意思的。你们以前2年的经历里面经历过事儿吗？好像都是甜甜蜜蜜吧？对，一开始都很甜甜蜜蜜。啊，也就是到了婚前开始处事儿的时候，突然发现价值观啊、消费观啊，所有的一切都不合适了，是吧？可能他觉得钱不是省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积累的。在你认识的这些女性里面，什么前女友啊、合伙人的女朋友啊，她是不是算不会过日子的？他们的话很会过日子，有一个对比就会心里面有落差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相处的其实挺融洽的。然后后来慢慢到了谈婚论嫁这步之后，发现我们俩很多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啊，这个结婚是谁提出来的？他提的，因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啊，因为我觉得感觉他是总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他到了一定年纪了，他父母催婚了，然后他想到结婚了。啊，你是想听老师们的分析对吧？对。来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之前其实是没有矛盾的，谈恋爱的时候，对吧？现阶段要走进婚姻了，开始有矛盾了，是因为你们彼此符合自己对男女朋友的要求，但是不符合自己对丈夫或者妻子的要求，就是刚才男士说的4个字，叫心理落差。他不是你要的妻子的状态，你要的那个是相夫教子的、贤惠的，能够操持家务的，能够和你一起领回老家，一起举办一个盛大的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仪式的妻子。但是他不是，他也不是你要的。所以当面对婚礼的时候，面对走进婚姻的时候，你们这样巨大的自己对于未来的这个夫妻标准的要求，就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落差。这不是那个人，可以谈恋爱，但不适合结婚。这也不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结婚的对象。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2类人，我认为是不适合走进婚姻状况的。不然的话，未来你们的矛盾会更多，冲突会更加激烈。我觉得你们不合适。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男生真的是因为爱这个女人，并且想跟她成立家庭而马上就要结婚吗？有一方面，然后一方面，对，另外的方面是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你的现在岁数到这儿了，对吧？因为你有一个规划嘛，对吧？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家火锅店是为他而开吗？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当时的话想转行，当然去开的话也是为了创业，刚好的话想到了这个。对呀，其实你有什么说什么就行。如果你把一切说得特别美好，什么都是为了你，婚礼是为了你，开店是为了你，今后生孩子也是为了你，那就是骗人了。那家店如果是为他而开，你怎么会去另找合伙人呢？甚至于他没有话语权。同时呢，其实你对前女友也是有不可割舍的一份信任，不管是体现在生意上，还是体现在你的情感上，因为这2方面问题你都要跟前女友去聊。分手之后的话，本来是不联系的，但是他后来的话，在我那边做的一些产品变成我客户了，所以保持了一些联系。我建议你不要再跟前女友过多的联系，因为你会影响别人的幸福，明白吗？我觉得你们现在分开，或者说现在异地是一件很好的选择，因为暂时如果你们下不了决定，看不清楚，可以不分，但是可以异地，异地就会体现出到底思念对方的感情有多么迫切。当你看清楚这个男人，同时你有自己的规划，可能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是一路人是绝不可能走在一起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相爱容易相处难。相爱很简单啊，她漂亮，她对我好，任何一个小小条件都有可能让2个人在一起。但相处靠的是什么？相处靠的是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包容。我相信你们2个最初选择在一起，是为了最终有一个婚姻的结果，本心是好的，但是你们彼此没有那么欣赏对方，没有那么理解对方，没有那么爱对方。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的是你们的那么的不和谐。女生也说了，那我这谈了2年多，我也舍不得呀。
男生也说了，我这都32岁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都跟家里都商量好了的事儿，我如果从头再来，我付出太多。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真的发现了彼此的不合适，今天止损，远胜过于日后婚姻生活中诸多的麻烦，两个家庭彼此面对的困难。可能今天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危机，我觉得更容易一些。去找一个你认为的像你的合伙人的太太，像你的前女友那样简单生活、朴实过日子的女人。你去找一个宠你爱你的、愿意满足你的小甜蜜、小心思的男人，不是没有。真的希望你们各自都能找到幸福。谢谢。谢谢严老师。都贪心呐，你们两人都贪心。他希望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你希望他能够既懂浪漫，又能买得了包。其实你知道，恋爱跟婚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恋爱是过着看，婚姻是看着过。过着看，就边走边看，合适就结婚，挑挑拣拣，不合适就拉倒。但婚姻是看着过，有多大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们觉得你们到了看着过的那种心态吗？我觉得没有。虚荣心嘛，谁都有。但是呢，你也要想想，如果婚一旦结了，这钱不是自己的钱，婚姻是不是该省着过？你还没有到看着过的婚姻的状态，你还在过着看。事实上你没那么想嫁给他。男生也是一样的，你也是在一个过着看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当他在说那个火锅店里面要装监控，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其实这个话我认为比较中肯，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但你丝毫没有采纳。你为什么没有采纳？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认为这个女生一直以来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女生，不太会打算，对吧？所以我认为男生最需要做的是你要真实的表达自己。如果我真的就想找一个家长里短的女生过日子，那我对对方的外在的需求就不要有那么高，更多的要看他那颗是否愿意跟你家长里短的心。女生如果真的要找浪漫情怀的男生，那你就不要去关注这样的男人。当然了，光把婚姻的标准定在浪漫和物质条件上，以你的情商，将来会跌得很惨。所以其实说白了，还是要找一个真诚的、贴心的、朴素的人，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这个问题出了以后，是女生主动在解决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建议男生向女生学习。你不管是他负气出走也好，还是走到这个舞台上来告诉你说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也好，他在解决。但是我看你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在回避。你看你一直在回避啊，谈不了我先拖着。他给我好的建议，可能我心里认识个好的建议，但是我碍于情面不说，我拖一拖，看看用什么方式委婉的去表达。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性格会给人带来一个极大的影响。男生，我觉得你性格太被动了。女生很主动很好，其实她非常坦诚的说了很多话今天，但是有一点，你能不能坦诚的面对你自己啊？我们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对外都特别坦诚，但是面对自己的时候就不够坦诚。比如说对这段关系，对自己够坦诚吗？换而言之，这场旅行也好，提出的这一些条件和现在的冲突也好，真是因为观念的冲突，还是不想嫁呢？就对自己坦诚一些。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咱们俩分开这么久，也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老实说，我真的挺想你的这3个月。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关键是我们能够在一起。
其实，在没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早结婚。然后我也想一下我们之前比较甜蜜的时段，然后呢，但是后来我们又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我觉得，我们如果以后遇到更大的问题，还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很难解决。所以我再好好想一想。请亮灯。30几了？32岁说我天天想你，杭州、南京那么近，你不去找他？你说我天天想你，真行你。我跟他讲了，但是他那个不告诉我位置。你去了，你说我在杭州，我看他不来，怎么可能找不着呢？如果真想找，好了，不说那么多了，谢谢两位，来请回啊。现在我看商量婚礼怎么办婚礼，往往特别检验一段年轻人的这个情感。有很多就是到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走不下去了。今天他们能够有勇气来面对，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面对自己，面对情感嘛，都是负责任嘛。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挺好啊，这个啊。可比硬着头皮结了婚再折腾要强得多。好了，祝你们找到各自的幸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说，我跟我老公结婚10年了，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人，特别爱说话。结婚后我有一个女儿，自从有了女儿，我老公就开始背着我在手机里跟别人聊天，一天比一天厉害。我老公不爱说话，下班后就对我和姑娘不管不问，很长时间了。以前的时候工资卡给我，现在自己拿着，花了很多，我心里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说您的先生不爱说话，但他却在手机里跟另一端聊得热火朝天，那只能证明他并不是不爱说话，只是不爱跟你说话。我想您应该反省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有了女儿之后，你也变得不太爱跟她说话了？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祝你幸福。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4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谢谢他们。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